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新冠肺炎的福利。3月中旬的时候，加拿大的病例开始上涨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第一件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就是，那如果一个工人他生病了，他如果是武汉肺炎，那他如果不去上班，他就没有钱。那他去上班就有钱，他会不会隐瞒这件事情，或者说是他根本他就不敢去做检测？因为加拿大的法律规定是，每年只有2天的法定的这个带薪病假。那你想新冠肺炎它是要2周的这个在家，那毫无疑问那是不够的。所以当时出台的第一个政策是说，好，那如果你是因为新冠肺炎，那政府给你发500块钱1周。后来大概到了我记得是3月18、9号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开始病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开始就是很大的增长。当时蒙特利尔，当时就是加拿大的特鲁多政府是比较就是说反应迟钝的，他一直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封关。也甚至都没有，就是说你从机场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调查，就是说是填表啊什么的，完全没有任何核查，就是你就随便来随便走这么一个状况。当时蒙特利尔就是很愤怒，蒙特利尔市长派人跑到那个蒙特利尔的那个机场，开始自己做这个就是自己做这个填表这个动作。后来好像第2天还是我就说加拿大也开始做这个动作。这个时候其实就给就是说给加拿大人传达出来一个信息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很严重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我的公司因为很小，我在一个模特公司工作。他当时就说这个政府开始就是要开始就说要考虑到 lockdown。在那个阶段，其实我们公司老板就开始考虑说，哎，那是不是要裁员？那你想，就说公司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裁员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政府他是没有办法，他必须要给这些人托底。我记得数据是当时魁省在某一个时间点上，就是魁省就说所有的50%的魁省人都曾经在这中间的某一个时间点失过业。就大家想一下这是什么概念，就是说一个人口中的1半人都在某个时间点曾经被就说是 temporarily laid off 过，就是它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。如果政府在这个时候他不出来托底的话，就他真的会崩溃崩盘。所以当时政府就是把这500块钱1个周的只给这些就是新冠肺炎的这个患者的这个福利，它扩展到了所有因为武汉肺炎而失去工作，或者是最早的时候他是要求说你不能工作，就是说你要彻底失去工作，你就可以拿到2000块钱1个月，就是5001周嘛，正好就是2000块钱1个月。后来大概过了1个多月，我记得是4月份的时候，因为人们就开始说，那如果我的小时数只是减少了，或者是减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，或者说是比如说我是打零工的，我有3份工作，我只有1份工作留住了，别的都没有了，那我是不是那你这个就不公平，因为你要求我必须是完全没有任何收入我才能拿这2000。所以后来政府就说每个月你的收入低于1000块钱的情况下，你还是可以继续拿政府的2000块钱。就当时这个讯息一出来的时候，对于企业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裁员，对，但是它也有很多企业，就是说它是裁了员，它也活不下去。比如说它有房租，那这个时候政府就开始就是说你短期的，就是说涉及到你的就是说 cash flow 你有问题，就是你已经没有钱交房租了，你没有钱去负担各种费用了，那怎么办？就是政府赶紧就是推出来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企业能拿到4万。然后像各省自己还有，就是像我们在这个蒙特利尔它还有一个市里面推出来的5万，
也就是说，如果当然它有各种条件了，基本上都是要求你要有一定的规模。那因为如果说你的规模很小，可能你的那个成本也没有那么高。就是如果就是蒙特利尔如果市和国家都拿起来的话，也就是说政府会给你9万块钱，但这个不是给的，就是这4万中，如果你在2022年底还清3万的话，这1万是送的，就等于说14万中有1万是送给你，3万块钱需要你还，然后在2年内都没有利息。这蒙特利尔给的这个5万的话呢，就没有送了，就完全是贷款，但是非常低息，3%，好像是3%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一个在蒙特利尔的就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话，这9万块钱就能保住你不要去整个资金链完全断裂。后来他又出了这个在房租方面。但这个房租的这个政策就很有争议，就是它要求是说必须是你的房东同意，然后房东替你去申请，就相当于你原本100%的房租吧，政府给你付25%，你自己付25%，政府给你付50%，你自己付25%，房东付25%。这个项目是从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，现在也要延到8月，这5个月，也就是这5个月的话呢。如果你的房东帮你去申请的话，你只需要付到25%的房租。基本上我知道的就是说，还有就是说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，如果你如果你不去解雇你的员工的话，就相当于公司你有就是你有2方面嘛，一方面你解雇员工，那如果你不解雇你的员工的话。如果你的营业额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降低超过30%，政府给你负担75%的这个员工的工资。这一部分工资的话呢，就是说它是有一个顶的，就是说如果你的员工的工资可能比如说可能超过大概6万块钱吧，大概就在那个位置上。就说当你的员工工资超过这个程度之后，它是有一个封顶的，它就不再继续付了。但是在那以下的话是75%的工资，政府帮你付掉。其实这个政策最早的时候也是只负担10%，后来是因为就说经济越来越糟糕，然后就是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越来越高，所以他后来也是因为就说是公司就说社会上的这个反应，就认为是你这10%根本是不行的，所以是他涨到了75%的这个覆盖员工工资。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一切所有的这个政策都是基于一件事情，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受疫情的这个冲击是非常严重的。就是说，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你去看这个数字，你觉得说好像加拿大的疫情还好嘛，好像没有美国那么严重，好像就是到今天为止，死亡的人数好像是8000多吧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就是说它对于人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冲击是非常严重的。就是人们不出去消费，人们开始存钱，人们开始它是对你整个社会生活完全就改变了。这几个月倒闭的，我可以给大家数一数，就是 Aldo， 就是加拿大的就是最大的这个国民的这个一个就是鞋子的一个品牌，Reitman。还有谁？Frank and Oka，Moda Suit，就是很多你都能听过的这种大的这个服装产业的这个牌子，通通现在都在申请破产、申请倒闭。就是它不是说，它就是政府不是说他想去这样开着直升机去撒钱，而是说他没有办法。就比如说现在，就是到了现在，
魁省每天的确诊人数仍然在大概150左右，就是有的时候小一点140，多一点160、167，每天的确诊人数仍然在这个上面。就是现在就是在蒙特利尔的这个downtown 这个中心区仍然是没有什么人的，就所以他如果政府不出台这种政策的话，就是整个经济就会彻底崩盘，所以说他是迫不得已的一个选择。那如果说像台湾的这个防疫政策做的这么好的情况下，就是大家完全都能正常生活，也没有，就是说你没有听说哪个国民品牌就是排名第一的，就是在这个行业中做的最好的品牌，就说倒就倒了，而且一倒10家、20家这种倒法。如果你没有看到这种状况的话，那政府当然他不需要来去救市啊，他不需要来救市，他也不需要来救人民，也不需要来救企业。就说为什么说台湾它这个3倍券，它就说如果是在我觉得的话，我宁可生活在台湾去领这个3倍券，就是因为你就说无论政府现在给你发多少的钱，甚至说政府给我们这公司这种企业发多少钱，这个企业不高兴，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未来怎样。那你作为一个个人，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怎么样。如果你在这中间失了业，那么以现在这种就说这么多的倒闭，这么多的这种状况下，那他去哪儿找工作呢？他整个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，企业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，个人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政府来给你发钱，让你能够暂时度过难关，但是难关之后，政府不可能永远拖着你。你比如说这个每个月2000块钱给个人的这个，到9月份就结束了。那75%的这个就是工资的这一部，就是负担75%工资的这一部分，其实从7月开始，它就开始大幅的下降了。就是说，根据你的这个营业额的这个受损程度，给补贴，就等于说，比如说你营业额受损，比如说30%，它可能也就是替你负担个30-40%的这样的一个工资。但以我个人来觉得的话，我觉得甚至这个倒闭潮还没有结束，可能在就是说政府挪走了这75%的这个工资补贴之后，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倒闭，就是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如果是我个人的话，我不愿意生活在加拿大这种。很多人我看到，就是为什么我要拍这个视频，就是我看到有些人在就是台湾的3倍券啊这些底下就在说，哦，我们在加拿大或者说我们在日本就坐在家里拿钱很爽，就是这样说的人，我觉得他有可能，比如说他是国际学生啊，或者说是什么，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责任和负担，就说他去考虑到他未来的状况。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，他有房贷，他有孩子，他有车要养，他有这一切，他没有办法。就对他来说，这种政府给的这点钱，第一他杯水车薪，第二他没有未来，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就说所以说就是今天就是想拍一下这个视频，就是也顺便跟大家理一下，就是加拿大的这个政策，整个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这个政策，其实包括就是说它由于这些政策所造成的这个大量的这个，就是说这个政府的这个负债，实话说那仍然是纳税人的钱，最终也要是纳税人来买单，就是他开着直升机去撒钱，撒下的其实也是我们的税钱。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